真若开了枪，魏无羡呛他，他回话少；魏无羡举敌，他也只看着对方，剑不出鞘，总归是打不起来。倒是他们吵过的第二日，如有战事，战场上的笛声便会格外凄厉，温家从众的诸多死相也要有些不必要的惨。后来有一次，他到江家营地时，战事已毕，一个渐渐入夏的午后，人气喧闹的地方被干燥的春风吹起一股扬尘，让那一日生出将了未了的焦躁。群鸦盘旋在未及掩埋的尸堆上，蓝忘机只消远远一望，便知那一战打得艰难。他入营时有暇顾及他的人少，但见了他的人还是带着恭敬，疏离与畏惧，叫他寒光俊。他问魏婴何在？回答说，魏公子受了些伤，眼下在江宗主帐里。答完抬头看见蓝忘机神色似是有些不对，又加一句，方才江氏的大小姐去看过了，伤情无碍。蓝忘机点点头，向那顶最高的挂着9瓣莲花旗帜的大帐走去。帐门是垂放下来的，里面的情景昏暗不清，但蓝忘机很远便听到魏无羡哎呦了一声。魏无羡还说，江城你别他妈脱我裤子。我他妈脱你裤子？你他妈别让温狗一剑捅在这个地方，有能耐自己把腰上准位置。你他妈有能耐，别让阿姐看见你这副鬼模样，我还用得着帮你他妈脱裤子？这两个人刚从战场下来，还都是气血上头的模样，讲话还带着火烧似的焦味。蓝忘机一步踩着一个他妈走近了，抬手要摇挂在帐前的铃，手刚抬起来，却又垂下去，手指在袖中收拢。你他妈快点，少点屁话！里面衣物簌簌动，小踏推拉，踏脚摩擦地面，大概是魏无羡躺平给人上药了。你他妈现在能耐得很，刚才也不知道是哪根弦搭错了，敌人从后面袭你，你还想着赵兄师来挡，不被人他妈砍成2截，是你运气。江城语调紧，说的却有些慢，大概是专注着手上的活计，在给魏无羡上药。你他妈倒是告诉我该怎么挡，你要挡得比我好，我他妈笛子送给你吹。谁他妈要你那根破笛子？你的剑呢？他从后面袭你，你回手给他一剑，要是不能把他砍成2截，我看你也别他妈吹什么笛子了，去厨房他妈躲着养老吧。蓝忘机听不了他们左一个右一个他妈，已经准备转身离开，却听里面沉默下去。江城似乎也愣了，过了一阵，叫了一声魏无羡。蓝忘机听到魏无羡叹了口气，用很低的声音说，你知道我这个人啊，就是在这里被捅上100遍，不想带的东西还是不带的。江城一声嗤笑，早知如此，何必为你铸剑？衣物又动，应该是要上好了。蓝忘机再度抬手去碰那个赵世林，指尖只差1寸，又听江城开口，声音不知为何有些怪异，魏无羡，你的字？我字无羡，你刚才还叫过，怎么脑子被温狗咬坏了？江城挤出一个不知如何回答的喉音，疏忽一个巴掌拍在魏无羡身上，啪的一声火辣辣作响，打得魏无羡又骂一声。蓝忘机眉头一拧，江城紧跟着说，谁不知道你表字是什么？我说你屁股上那个灵履印记怎么没了？蓝忘机突然屏住了呼吸，我他妈纠正了你多少年，那不是屁股。快说！江城促他，蓝忘机的手指在袖中收得更用力了。魏无羡轻飘飘地说，早没了呀。他说的这么随便，反而把江城那边的声息都压了下去。一时间帐里帐外都陷入了沉默，蓝忘机听到自己一呼一吸的声音，却不知自己在等待什么。这么说，江城沉吟着开口，你遇见了？那是自然。是谁？魏无羡说，无关之人，命途偶遇罢了。蓝忘机的手在袖子下松开了，掌边被指甲刺过的地方带着尖锐却又迟钝的疼痛，不知是凝了血痕还是破了皮肉。江城问，那就算了。自然算了。魏无羡淡淡一应，又像想起了什么很好玩的事情一般，突然哑笑数声，难道还要为了一行无端字迹把人八抬大轿娶回家不成？随你便吧，快滚！江城又恢复那副烦不胜烦的模样。得嘞，我最喜欢别人对我说这个，我去喝个汤，回见。他像是要往帐外走，蓝忘机下意识要离开，不想听里面叫嚷起来，哎，江城，我瞧见帐外有一截白靴子，你叫哪个蓝家人来了？蓝忘机走不掉了，瞄了身子连纹的帘幕在眼前掀开，魏无羡出现其后，脸孔有些苍白，头发微微散乱，衣带还不是系到最周整的模样，镜子一般映在了蓝忘机的清浅红膜上。他看到蓝忘机也愣了愣，然后才说，是你啊，蓝湛。有些惊讶，但听来不是惊喜。魏无羡接着说，
这边战事刚才结束了，你来做甚？有事要做，还是有话要传？蓝忘机不语。魏无羡的目光动了动，看他一副远道而来的模样，突然开口：“你不是听了我今日的丰功伟绩，又要来抓我回你家的吧？”蓝忘机转身就走，却是有话要说。蓝忘机想，他有很多话，全都没有说出口。无数次之中，火焰在他的胸膛中燃烧，到了喉咙却结成冰，那冰被他疼痛着吞下去，却又在胸膛中燃起火来。而他说出来的那些，魏无羡不喜欢，魏无羡不回答，魏无羡不会给出他想要的回答。后来魏无羡说：“滚！”蓝忘机终于能开口了，他一遍一遍地说，而魏无羡一遍一遍地让他滚。那场追逐无穷无尽，他擦掉魏无羡脸上的血，开始学会接受无所响应的祈求和永远不得的结果。他把他攒了这些年的话都对魏无羡说完了，于是他对外人便没有什么可说。既然没什么可说的，就用剑说吧。然后33道界鞭打下来，蓝忘机把牙关咬出了血，世界静默无声。等到他终于能起身的那天，蓝曦臣到净室来看他，他知他的兄长还是气的，气在心底一个很深很深的地方，但也正因此，他不会像旁人那样给他肃然的冷脸色看。他还叫他忘机，背上的伤终于结了第一遍完整的痂，不再在移动之间破裂出血。蓝忘机起身穿衣，蓝曦臣帮他，他不想如此，却被蓝曦臣手劲有些大的拽了领子，突兀地扯出一片似曾相识。蓝忘机不语，垂头，却没等到数月以来第一次不再进血的衣料盖上背脊。他蓦地转头去看蓝曦臣，在兄长的面孔上看到混合着极度诧异和哀伤的喟叹。蓝曦臣说：“这印记居然还是在的。”他举劲示意。蓝忘机在多年里第一次重新看到自己背上的灵履印记，后心的位置不是正中，反而稍偏几寸，印着心脏的地处，字很早被界鞭打碎了，落痂之后的血肉却仍蜿蜒着那明晰的朱砂色泽。很多年前，蓝忘机第一次照着镜子读出那行字，耳朵烫成明红色，不知是修建那内容，还是气那十足不雅正不端方的字迹。他的灵履此生该注定对他说：“我跟你走，快把我带回你家去。”那日雨席破空而来，夷陵老祖魏无羡遭百鬼反噬，身死魂消。蓝忘机像是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他睁开眼睛，梦醒了，帷帐里还是黑暗的，耳畔是两重呼吸声。臂弯里有一具温热的身体，后心紧紧贴着他的胸膛，那惊梦一醒便有些快的心跳，便一同震动了两个人。魏无羡枕着他的手臂动了动，发丝簌簌滑动，不知是不是梦呓，说：“难战。”蓝忘机很低地说：“我在。”他本以为魏无羡会继续睡下去，这该是黎明前，夜光既落，天光未起，黑暗沉甸甸的笼着人的眼睛。他用没被压住的手臂将人再向怀里带了带，突然轻轻呼出一口气。太静了，深秋的夜里不起风，没有夜屋，巡夜弟子四世转去重叠楼阁的另一端，偌大山间居然静谧得如同一场大雪收声，静得蓝忘机以为自己还在做梦。魏无羡刚刚回来的时候，他总会有这种感觉。睁眼的刹那，虽说灵台清明，心底有一个很深的地方却会突然游移，不知眼前和梦里哪个才是真的，不知他再重新眨一下眼，魏无羡会不会再度变成那缕13年不搭不应的游魂。出乎蓝忘机的意料，在他睁着眼睛望向黑暗中一个虚无的方向，还在思考那个漫长的梦的时候，魏无羡不知怎么无声无息地醒了。怀里的人转了一下身，改作下巴压着他的肩头，中衣的领口散开着，温热的呼吸落在他的脖颈间。魏无羡这具身体似是怎么也养不出些肉，下巴硌着蓝忘机肩头的骨骼，让他下意识屈起手指蹭了一下对方侧颊，然后手指就被抓住了。魏无羡温热的嘴唇与湿润的气息在蓝忘机指间流连，从睡梦中醒来的嗓音还带些酥酥的沙哑。他把蓝忘机的手贴在自己脸上，问：“怎么，二哥哥睡不着啊？”“没有。”蓝忘机说。“睡吧。”“我睡不着了。”魏无羡说，“刚才做了个梦。”蓝忘机应了一声，没问他梦到了什么，只是反手握住魏无羡的手，又用力地握了一下。魏无羡接着问：“你是不是也做梦了？”蓝忘机一时没回答，又听魏无羡说：“我醒的时候好像觉得有点不一样。”于是蓝忘机说：“魏无羡同样没问他梦到了什么，只是身子抬了抬，蹭上来，一个细碎亲吻
还没落到蓝忘机嘴唇上。蓝忘机先用得空的手扣住了枕边人的后脑，拉他彻底陷入这个吻中去。刚刚醒来的人说话似乎还有点舌头跟不上脑子，接纳亲吻的动作倒是一点没耽搁。魏无羡趴在蓝忘机身上，双手也相应地抱住了蓝忘机的脑袋，接着腿也跨上来，相互之间便只有呼吸沉沉的交错着，伴着唇舌交缠间湿漉漉的水声。他吻着吻着，突然喉咙中露出一声笑，蓝忘机放开他，最后意犹不舍地吻了一下他的下巴。睡吧。蓝忘机又说了一遍。魏无羡用光洁的大腿蹭了蹭刚才突然碰到的一个特别烫的地方，说：真的睡觉啊？真的。他们自前夜睡下，实则没过多久，他只道是魏无羡突然来了精神，总归还是要再睡下的。怀中的人睡觉没个时辰，睡倒的速度倒是足够快。魏无羡撑着手臂在他身边，还没说几句，身子已经向他身上趴。蓝忘机合拢手臂，将人向身上带了带，让魏无羡严严实实地压着他的胸膛。魏无羡说：好呀，睡觉。然后腿在方才蹭过的地处又蹭了蹭，蓝忘机抱他的手臂便僵了僵，蹭人的那个仿若浑然不觉，接着嘟囔：睡觉睡觉。现在不仅是腿蹭了，连手都隔着布料揉上一把，下一刻帷帐内天旋地倾。一声闷响，魏无羡被仰面推在榻上，两条长腿完全是下意识地向蓝忘机腰上一挂。他的中衣本就穿得不好，下面更是什么都没穿，黑暗中隐约的能瞧见两腿正中情动的地处。欢迎升级成为世家公子，听完整版小说。